好，就这么办吧。嗨。齐帅，这是我给你倒的咖啡。啊，谢谢。坐。哦。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的。风灯还没回来呢。啊？为什么要提大老板啊？齐帅，我这几天人生有了很大的突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迷恋你了。之前给你造成了困扰，我深感抱歉。薛珊珊啊，说实在的，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但是喜欢啊，不是爱，你懂的。懂，当然懂了，尤其是这几天，我特别的懂。谢谢你这么诚实的告诉我，不管以后怎么样，你依然是我心中赏心悦目的偶像。不谈感情啊，只是纯欣赏而已。其实啊，当你放弃了一棵不属于你的树，你会发现有一整片森林都在等着你呢。谢谢你的祝福，但是我决定了，这段时间我会多迷恋自己一点。那我去上班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徐珊珊，加油，一定办得到的！加油，加油！我回来啦！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喽！哎，我先走了啊！大家新年快乐！等一下，拜拜！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哎，等，晚上去哪儿？去看演唱会。好，走，我们走啦，珊珊，拜拜！拜拜。拜拜。这几天不用到大老板办公室吃饭，也不用再听到什么流言蜚语。禁爱令真好用啊！感觉自己终于可以像一般上班族，过着当初来上海想要的生活了。灰姑娘的梦醒啦，没有王子，没有南瓜车，也没有水晶鞋，可是脚踏实地的感觉真是好啊。今晚是跨年，不过奢侈一点，搭出租车回就好了。不过现在，
没想到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跨年，居然这么安静。大老板，老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以为今天晚上没有人来的，我不是故意吵到你的地方的，对。倒数了。车在懒洋洋转着，很不寻常。天和心情都是。其实之前每一年跨年，我都是一个人在这里看烟火。希望你听着。 好不现实的感觉啊！这是在做梦吗？不对，难道童话故事真的存在？这才是灰姑娘真正的版本。大老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分走你一半烟火的，我也不是故意要闯到你的地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就去。写上这诗句，我是一片云，不敢投影你波心。其实这里早就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像枫叶在海上，各有各的方向，也许是偶然，这会孤芳的光亮。 这是场什么样的梦啊！我居然和大老板跨年！不对，老板刚刚一定是想吓死我，而不是想抱我。许先生，你快醒醒，快醒醒！大老板就像刚刚的烟火，很美。 但是很遥远。喜欢烟，你可以拥有烟；喜欢火，你也可以拥有火。但是喜欢烟火，你就只能拥有迷恋后的失落，热闹后的寂寞。徐先生。 我送你回去，大门口见。
越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越要镇定。这些情侣能不能低调点儿啊？不是有一句话吗？晒幸福死得快。哼。老板，我到了。那我先上去了。慢点。拿着。谢谢老板。外面天冷，快点上去吧，别把礼物冻坏了。元旦快乐。你是猪吗？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那我就当你答应了。我答应什么了？啊！午餐！啊你啊！下班了！啊！珊珊，你怎么了？珊珊，你咋啦？大 boss 好像在追我。快来！不熟。他是双鱼座吗？不是。你哪来的资讯说大 boss 好像在追我？这样的话呢？啊，这要不是你胡思乱想，也不是你白日做梦的话，那我就遗憾的告诉你，赶紧辞职！你们大 boss 是个大变态。哎，陆双怡，你这话说的不是那么好听啊。是不好听，我这叫话糙理不糙。他一个丰腾集团大老板追你个财务小助理干嘛呀？怎么着还给你娶进门当疯太太？想也想明白了，大鱼大肉吃惯了的公子哥，想尝尝你这清粥小菜的滋味儿。我告诉你，老资本的人那都是肉食主义者，老板级别的那是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到时候你被啃得连汁儿都不剩。你见过这么肥嫩的清粥小菜吗？所以才可口嘛，吃嘛嘛香嘛。哎，而且你们公司不刚颁发完那什么禁爱令吗？这不矛盾呐。我告诉你，办公室恋情不欢而散以后，牺牲的几乎都是女孩子。古人云：士之耽兮，犹可脱矣；女之耽兮，不可脱矣。明白吗？他也没文化。就是说啊，你一个小助理，如果你的恋爱对象是你们大 boss 的话，你的下场只有一个。所以说，不如现在有骨气的走。啊？你怎么不明白呢？那合着大老板追我就是为了炒我，是这个意思吧？这说法也太奇怪了吧！哎呀，珊珊，你不是说
你要停止迷恋吗？六六，你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不能大老板一回来就影响了我的人生步调。如果想施展美男计，就想让我继续当敲彩工的话，也太小瞧我薛姗姗了吧！不会这么轻易就范的。不愧是大资本家啊，打一棒子给一天脑的手段运用的如此熟练。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那我就当你答应了。老板也太不厚道了吧！大棒加金元宝外加美男计，糟糕的是，我居然中计了。不能给这些糖衣炮弹所打败，明天就把他还给大 boss。薛姗姗，你要淡定。就这样把礼物送还给大 boss， 会不会太失礼了呀？送出去的礼物泼出去的水，再倒回去，老板不会生我的气吧？大不了用加班费抵保养品，这样总不算白拿吧？这些字母一个个的我都认识，站在一起，这什么意思呢？是法文吗？就这样把保养品放到过期吗？不行，毕竟这是以后我 N 年的加班费换来的。给他抄下来，明天问琳达不就得了？琳达，珊珊，来找老板吃饭呢？啊，不是，我是专门上来找你的。找我的？那个我朋友总给我带来一些保养品，但是上面写的什么我看不懂，所以想请你帮我翻译一下。啊，是这个牌子的保养品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用过的，国内没有进口的。果然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跟他说这是大老板送的，可您跳入黄河也洗不清了。是啊，我这朋友真够意思呢，出国还帮我带小礼物。什么意思啊？这是，珊珊，这上面写的是法文，老板的法文很好的。啊？薛姗姗，我请秘书是替公司工作。进来吃饭。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我这又吃又拿的，却要拒绝帮人家做事，好像很忘恩负义。Le quagma recommandation que tu grandes max。可是如果不拒绝的话，将来还得继续吃，说不定还要继续拿，循环反复，那我岂不是要从挑菜工变成包身工了？不行，宁可做小人，也不能做包身工。前者是人格问题，后者可是人生问题呀。实在不行，你可以问百度啊。把这个拿到公司来，你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看不懂法文很丢人吗？忘记问度娘很丢人吗？我不过就是个小财务，拜托老板大人，别再用超高的标准要求我了，好不啦？
再说了，丢人也是我丢人，干你什么事？过来。这第一个是毛孔收缩嫩肤精华，第二个是成分，第三个是茶树萃取液，第四个是甘油，这最后一个是透明质酸。记好了吗？啊？把你招进公司来，真的是人事部的一个大问题啊！是吧是吧？你就尽管打击我的能力好了，证明我只能胜任挑菜工一职。为什么我竟然觉得大老板现在低头写字的样子很温柔？明明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肯定被下蛊了！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啊？好了，谢谢老板。吃饭。有了。老板，为了提高专业水平，为了将来可以为公司更好的服务，我打算考 CPA， 所以中午我要好好的复习，所以中午不能再来当挑菜工了。所以你嫌办公室太吵了，要从明天开始，在我这里复习。薛珊珊呀，薛珊珊，就你这智商，你就真的只能挑菜了。你居然跟大老板说要考 CPA， 你这不是要把自己往死里逼吗？很高兴各位媒体还有在场的观众朋友能够跟我一起来见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原来袁丽书小姐就是蒋连先生追求的心仪对象，同时呢，她也是北京非常具有知名度的丽书店的女老板。那现在呢，她在上海开了分店，可以说她是非常优秀的文化人。那让我们跟着摄像机镜头一起看一下现场的盛况。求婚的时候，袁小姐可以为我按灯，一定会的。转身。袁小姐，该不会就是风月提过的姐妹淘吧？哇，还有名主持人加持求婚，果然能赶上老板的都不是简单人物。
丽叔，我爱你，嫁给我吧。哇，我怎么想起大老板？丽书店刚刚开幕不久，谢谢你带这么多的媒体记者，还有朋友来捧场。简先生，你这个小伙做的太大了。丽叔，我费尽心力的办这么大的场面，绝对是诚意十足。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我还跪着呢。沈先生，对不起。谢谢，谢谢大家。什么情况？拒绝他？你总是找各种的理由来拒绝我。你说你有心上人了，但据我所知，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你说我大老远的从北京赶过来，说这场面这阵仗，你还不满意吗？我没有让你做这件事情。算我求你了，行吗？我好歹也算是有名声的人，说当这么多媒体的面多没面子，你就答应我吧。婚姻不是面子问题，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面子，做这些事情之前，你就应该想清楚。那就是里子的问题了。我的才华，您是能看得见的。人要是不对的话，里里外外都是问题。这下明白了。哎呀，你就别笑了，我都快丢死人了。其实真的还好，哎，我还以为这些媒体记者是你自己花钱雇来给咱们书店造声势的呢。哎，你跟那个知名主持人到底怎么回事？哎呀，他就是我们北京书店的一个超级 VIP， 也不止一次的帮我们丽书店做宣传了。人呢倒是挺好的，也客客气气的。我对他就是正常。人家知名主持人呢，刚才我上网查了一下，学历、背景、经历都不错。虽然说这求婚仪式土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既然你觉得他这么好，那要不你跟他试试？哎，袁丽树，你这样说对得起元庆哥吗？讨厌，我说正经的。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我这北京的书店啊，刚刚找到人跟我管理。我这回了上海，还准备好好的打理一下，休息休息呢。哎，工作跟嫁人、男朋友可以两不误嘛。哎呀，我这哪有心思想这些啊？这北京的书店刚开，我还准备做出点样子呢。你说你跟风腾在上海都是什么样的人物啊？我要是不做好点儿，那不是给你们丢脸吗？哎呀。当初呢，让你进公司帮我哥，你不愿意，说要自主创业。现在呢，又把自己逼那么紧，到时候你嫁不出去，可不要说是咱们封家害的啊！不承认的。啊，我还以为你在为我的幸福着想呢。哦，搞了半天，你是觉得怕自己有愧疚感啊？哎呀，这说起来啊，本姑娘不是不嫁。这要嫁的人呢，下次。
快快！哎呀，赶紧吓死我啊！你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啊？要不我打电话给我哥吧？哎，你别呀，你能别把事儿闹这么大吗？我这刚回上海，我可不想一见他就挨他一顿骂。你说你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就那么怕我哥啊？啊，你不怕啊？我有点怕，我也只有一点。呀，哎呀，你要骂就骂呗，快点行吗？风先生找我有事儿。请坐。我是想跟你说一句话：被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喜欢，远远要比你喜欢上一个不喜欢的人要难受多了。而且你把自己的喜欢那么高调的强加于给别人，这是爱吗？这是骚扰。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再说了，这是丽叔自己的事情。对。第一，我是不知道鱼是否快乐，但是我知道他很不快乐。第二，袁丽叔的事情向来由我管。李叔。啊？我的事，确实是他说了算。难道他就是你的那个心上人？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骚扰他。风先生，你怎么知道丽叔的心里就有你呢？难道你是她男朋友吗？我是他最亲近的人，我是他哥哥。丽叔，我怎么没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呢？现在听说了吗？2瓶瑞尔，一个甜橙味，一个蓝色玫瑰，其中一个要冰镇的。好的。你别那么看着我，抱歉啊。那个，我一下飞机就给你找麻烦了。没事儿，我这哥哥都习惯了。欢迎我们家丽叔回来。刚那个蒋莲说你已经有自己心上的人了，你是在应付他，还真的有了。那我都多大了？若有自己喜欢的人，这很正常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跟风月见见呢？那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呀。我要是先开口的话，那多没面子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好奇了。是谁能面对我们家丽叔这么不为所动啊？过来，能不能先跟我说一下？你就别操心了，反正我看男人呢，至少是以你为标准的。袁丽叔啊，这个世界上风腾只有一个，你眼光这么高，你不怕嫁不出去吗？哎呀，我要是真嫁不出去呢，我就赖着你，让你养我一辈子。OK。干杯。
哇，这些是什么呀？ CPA 教材。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你这是什么呀？这是 CPA 的教材。选说都不会，怎么考得上？那个大 boss， 我决定了，无功不受禄，我不能白用你的保养品，所以我决定用加班费来抵消。哦，保养品你用了？嗯。 看来有正确时间，很好啊。你就看琳达帮你准备的书吧，以后每半个月考试一次。啊？考试？为什么要考试？考试？不会吧？不考试怎么能有进步呢？可是我还要上班呢。那就星期六过来。星期六。 休假不用上班。我有说过让你过来上班吗？我是让你过来考试。我总记得有人跟我说过，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更好的为公司服务。是吧？那考1门、2门、3门、5门不可能一下考过了。 考试的时间还有1年，还长着呢。原来他居然知道什么时候考，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而且我有办法让你过。是，真的？只需要1句话。什么话呀？不及格，扣工资。扣工资？ 薛珊珊，过去。快啊！要不然我扣你年终奖。年终奖。工资。 我终于领悟到一个真理，正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老板斗其傻无比。新的一年才刚刚开始，我怎么会是这样的悲惨人生？ 不但要继续做我的挑菜工，还要时不时面对大老板面临心脏无力的危机，还要成天与书为伍。虽然我想停止迷恋，但我也没有想与世隔绝呀。哎呀！那我就给你一根面。 啊！
我竟然为了几罐保养品，误会大老板对我有意思。真又是小看了我自己，更是小看了大老板。男人喜欢女人，虽然不用像小莲那样搞排场，好歹也是送花送戒指。这些书和保养品是怎么回事呢？大老板应该把我的学历背景查得彻底了，又不好意思让我走人，才想办法充实我的内在与外在，充其量只是为了丰腾集团的面子和里子。不过擦了几天乳液，软绵绵的，手感比以前好多了。话说回来，其实我长得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怎么就没人搭理我呢？明明公司也不是没男的呀。要是有人追的话，哎呀，大老板，你怎么可能进厨房洗碗呢？别闹啦！我怎么会想到大老板？哎呀，好可怕，好可怕！等考上 CPA 之后，一定赶紧找个男人了，不能整天这样胡思乱想，迟早会疯掉的吧。